人一觉睡了70年，醒来发现自己在陌生的房间里，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，2个武装人员就冲了进来，他吓得一脚踹烂墙壁跑出去，结果外面的人全都在拼命拦他，好像门外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。好不容易冲到大街上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这个世界已经跟他记忆里完全不一样了。还没缓过神，几辆黑色轿车就把他围了。神盾局局长尼克·福瑞找到他，福瑞告诉他，你这一觉整整睡了70年。他愣了半天才消化掉这句话的重量。为了让他赶紧跟上时代节奏，福瑞邀请他加入神盾局为国家做事。你看，哪怕成了注射过超级血清的强化版美国队长，照样逃不过朝9晚5当牛马的命。他接到的第一个正式外勤任务，就是解救一艘游轮上被劫持的神盾局工作人员。美队二话不说带上小队登机出发，寡姐朗姆洛一帮人全部就位，队友们还在做心理建设。美队直接一个纵身从高空跳了下去，在空中随意调整了一下姿势，就来到了游轮的甲板上。他悄无声息解决掉一个巡逻的守卫，紧接着一套行云流水的盾击连招就放倒了沿途拦路的杂兵。他化身成人形子弹扎进了敌群，一套连招下来快得只剩残影。最离谱的是，整场混战打下来，他愣是一枪都没开，全程靠盾牌和一身肌肉横推全场，这才是原汁原味的美国队长，一个能把普通冷兵器玩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效果的狠人。美队一路朝着剑桥狂奔而去，路上但凡有人敢上前阻拦，都被他像砍瓜切菜一样轻松解决。抵达指定位置后，他又秀了一段丝滑跑酷，钻进了高处的船舱内部。劫匪这边迟迟等不到赎金的消息，一个个都变得焦躁不安。带头的劫匪头子正准备拿人质撒气，却不知道一整支特战部队早就已经悄无声息占领了船上的各个角落。特工们在关键位置装好破门炸药，所有人各就各位，就等美队的命令了。可美队此时却在等寡姐的信号，寡姐正独自摸向船底去控制轮机，途中遇到一波猛男疯狂阻击，但凭他那套不讲理的身手和实战经验，很快把他们全给放倒了。任务达成，美队立刻下达强攻指令，眨眼间所有劫匪全部领了盒饭。头目发现手下一个接一个失联，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妙。下一秒，美队的盾牌直接破窗飞了进来，却被他躲开了。他看到美队后扭头就跑，美队追出去以后，这小子居然还敢杀个回马枪搞偷袭，但所有花里胡哨的招式全被美队用盾牌一一化解。头目恼了，嘲讽美队就是个躲在盾牌后面的怂包。为了让他输得心服口服，美队直接收起了盾牌，摘下了自己的头盔，要跟对方来一场真男人的较量。也不知道谁给这哥们儿的勇气，真当自己能跟美队五五开，2招都没走完，就被美队一记鞭腿扫翻在地。头目挣扎着想爬起来继续刚，美队一个飞扑把他撞进船舱里，补上一拳直接让他下线。一转头发现寡姐正不慌不忙地站在旁边，偷偷把神盾局的数据往硬盘里搬。美队看到这一幕，脸当场就沉了。Our mission is to rescue hostages. No, that's your mission. 这句话直接点燃了2人之间的矛盾。突然，刚刚还躺尸的头目起身向2人丢出手雷，他们虽然惊险躲开，但这老六也趁机跑没了影。任务结束之后，美队满肚子都是疑惑，于是直接找到了神盾局局长尼克·福瑞。福瑞没办法，只好跟他解释了一番。Those hostages could have died. I sent the greatest soldier in history to make sure that didn't happen. Soldiers trust each other. That's what makes it an army. Not a bunch of guys running around shooting guns. Last time I trusted someone, I lost an eye. Look, I didn't want you doing anything you weren't comfortable with. Agent Romanoff is comfortable with everything. I can't lead a mission when the people I'm leading have missions of their own. It's called compartmentalization. Nobody spills the secrets because nobody knows them. 这也侧面体现出福瑞的性格，打从骨子里就不相信任何人。接着福瑞把美队领进了神盾局最深的机库，3艘能把城市当蚂蚁踩的超级空天母舰正在待命。福瑞告诉他，自从上次母舰被毁之后，神盾局直接启动了洞察计划，一口气造了3艘新型母舰，能源换上了托尼斯塔克提供的方舟反应堆，能在亚轨道上长期巡航，永远不会掉落下来。他们靠大数据和卫星扫描全天候监控全球，提前锁定每一个潜在威胁。甭管你是什么外星人还是恐怖分子，只要算法预测你未来会犯罪，母舰直接发射导弹，把威胁扼杀在摇篮里。美队听完直接火了，他觉得这不是保护，这是拿枪指着全人类的头，分明是披着安全外衣的独裁杀器。跟局长谈崩之后，美队一个人来到了2战纪念馆，看着那些曾经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兄弟们，心里百感交集。如今只剩他一个孤寡老人了。之后他去看望了卡特，在他被冰封的那70年里，卡特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等了美队整整一辈子。You're alive. You came back. It's been so long. So long.
Well, I couldn't leave my best girl. Now when she owes me a dance. 另一边，福瑞开始翻看寡姐拷回来的数据，却隐约觉得不对劲。那份被寡姐顺出来的机密文件，他自己居然没有权限打开。更让人汗毛倒竖的是，拒绝访问的人正是他本人，这说明神盾局的系统已经被人动了手脚。福瑞当即找到安理会成员皮尔斯，要求洞察计划延期。可就在他开车回家的路上，致命的杀机突然降临，一辆警车突然撞上来。